永远的女王和足球，不变的摇滚与啤酒。从莎士比亚到哈利波特，从小贝到卷福，我们对英伦文化的喜爱早已超过了自己的认知。我是杨芳姐姐，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啊，我早就带你看遍了白金汉宫旁的豪宅。那此时此刻呢，我只能假装在伦敦。开发商特意为我把今天这套房子啊，从泰晤士河边搬到了北京东三环，1000万人民币起的售价，跟旁边的富力城啊是一个价格。那到底值不值呢？你自己判断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宗英伦范儿的顶级公寓到底长什么样。入户玄关在现代住宅设计里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既能增加仪式感，还能加强私密性，储物、换衣多项全能。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啊，117平米，2室1厅。那外国的房子呢，有一点好处，就是没有那些让人头疼的建筑面积、使用面积和赠送面积，说多大就多大，特别实在。玄关直通2间卧室和客厅，动线非常清晰。像这种设计的好处啊，我们稍后再说，先去客厅看看。这里是一个融合了厨房、餐厅的开放式客厅，窗外就是6米面宽的巨大 LED 屏幕。很遗憾，样板间可以从泰晤士河畔搬到东三环，但是景色却搬不来。不过做视频嘛，实拍不够，素材来凑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伦敦前方传来的实景 VCR， 伦敦眼大本钟就在窗外。不用我多说，大家肯定明白，这就是整套房子最大的亮点。疫情之后啊，杨芳姐姐一定要把取消的机票买回来，飞一趟伦敦，亲自拍一些实景素材。那同意的小伙伴请扣1。这里地处泰晤士河南岸，云端高层饱览伦敦美景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再跟大家聊一聊这里的另一大特点，就是特别安全。美国大使馆就在旁边，007的办公室、军情6处也处在肉眼可见的距离。说实话，这套公寓真的很适合20-30岁时候的007。那单身贵族骑个自行车就去上班了，去美国大使馆搞点情报很方便。而且在玄关的时候，我卖了一个关子，玄关直通2个卧室和客厅的设计非常适合合租。年轻时候的007啊，财力肯定没有那么充裕，那就非常适合找同事006来一起住，动静分离，互不干扰。视线从伦敦回到客厅，书柜、沙发、餐桌、边椅、厨房以逆时针的方向依次分布。欧美年轻人周末来个轰趴是常规操作，所以开放的客厅绝对是刚需中的刚需。漂亮！单身的来联谊，好友们呢打游戏。公寓啊比不上别墅，办不了那几十人的大宴席，但是开个8-9个人的 party 还是不在话下的。全套家具都是宾利定制的，其实很多汽车品牌也会有自己的家具产品线。宾利的车源自英国，但是家具线都放在了意大利，奢华的皮革加柔软的织物，定制的简洁，手工的细腻。坐在这包窝感十足的沙发上，开瓶 IPA 看场北伦敦德比，那杨芳姐姐是不是有点英伦辣妹那味儿了？开放式厨房啊，依然是咱们节目的老面孔，全套的加格纳。那价格是多少？还麻烦老粉们在弹幕上给新粉科普一下。这款电磁炉加入了悬浮按钮的设计，可玩性非常高，并且使用了隐藏式油烟机。别看这油烟机个头不大，但因为距离烟源非常近，所以效果一点都不差。煎个牛肋眼，小意思。烤箱下面还专门配有暖碟机，那千万别因为冰凉的餐碟浪费了一块好肉。米其林3星的后厨啊，都得配有这个。给大家安利了这么多次的加格纳，不知道有没有默默下单的小伙伴？那今天呢，我要安利另外一款产品，就是来自荷兰的库克尔水龙头，直接可以出100度的热水。独有的高压绝缘技术，保证水管本身不会发烫，沸水模式还有儿童锁，绝对安全。价格嘛，也就3万左右，比那个电磁炉啊可是亲民多了。客厅讲完，我们去卧室瞧瞧。2间卧室都在25平米左右，谈不上大，但都带独立卫生间，全尺度的落地窗保证了和客厅一样的美景。
其实从客厅和卧室的布局就能看出，客厅的尺度是要大于卧室的。同样印证了欧美人喜欢热闹、喜欢社交的习惯。那卧室嘛，就是用来睡觉的，没必要那么大。卫生间呀，要着重的提一下，那这里使用的是整体式预制卫生间的工艺，从地面、墙面的石材到5金卫浴，全部在意大利拼装完成，整体运送到伦敦，成本非常高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大程度保证卫生间的安装品质，绝对的严丝合缝，绝对的坚固防水。但从价格来说呀，1000多万人民币在伦敦的这个位置还不算太好。但无论从外部的景观还有内部的品质而言呢，绝对是妥妥的豪宅级别。一场疫情让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，很多人纷纷预测世界将进入一个逆全球化的周期。但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问题，我想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，几百年的积累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时区的 C 位，绝不会因为区一场疫情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除了国际金融中心的那点虚荣以外，伦敦主要是满足中国家长的孩子教育、就业、投资、移民综合需求的一个全球中心。曼德拉说，没有什么比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更能看出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需求。你可以不去巴黎喂鸽子，可以不去纽约百老汇听歌剧，可以不来北京吃烤鸭，但是你值得为了你孩子的未来人生规划考虑一下伦敦的房产。也许你还没有机会去世界各地走一走，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比你走得更远。这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机遇，也是因为他们有幸站在了你的肩膀上，获得更高的事业。选一栋豪宅，配得上你的未来。我是杨芒姐姐，你有什么想看的房子，告诉我，我带你去看。一场疫情让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，很多人纷纷预测全球世界，很多人纷纷预测世界将进入一个逆全球化的。说一遍，很多人纷纷预测全球